大家好，欢迎回到任我行天下。上两期视频我们介绍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打卡景点和攻略。那里斯本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今天我们从里斯本出发，去看看葡萄牙王室的度假胜地辛特拉，欧洲大陆最西端的罗卡角，还有那个有个地狱之口的卡斯凯什。这三个地方，很多人是用一天时间从里斯本一日游解决的。如果在辛特拉只是打卡最有名的佩纳宫，这样走没问题。不过辛特拉好玩好看的其实挺多的，最好多待个一天时间，好好逛逛。从里斯本出发去辛特拉，30公里左右，很多人是坐火车过去，2-3块钱的票，从里斯本市中心的罗西乌站到辛特拉，自驾也可以，不过在辛特拉找停车位不容易，堵车也比较厉害，直接定位开到停车场，然后下来走路最好。其实打 Uber 和 Bolt 也都可以，20-30欧元左右。辛特拉最有名的肯定是那个五颜六色的佩纳宫了。从辛特拉市中心可以打个车，或者叫这种突突车去佩纳宫。车子只能走到检票口，从检票口到佩纳宫还有个10分钟的上坡，要自己走的。佩纳宫位于辛特拉山上，是到辛特拉必打卡的地方。这座宫殿不是很老，是19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国王费尔南多2世建的夏宫，也就是避暑山庄。这个费尔南多2世和德国巴伐利亚的那个建新天鹅堡的路德维希20年代差不多，爱好的东西也很像，艺术、文化和建筑，反正除了当国王其他都喜欢。整个佩纳宫建筑走的是混搭风，哥特式、穆斯林摩尔式、文艺复兴式以及葡萄牙招牌的曼努埃尔式都能找到影子。最有意思的是佩纳宫外墙这个配色，鲜艳的黄、红、蓝，五彩斑斓，真心感觉不大靠谱，像小孩过家家。不过确实显眼好看，说明费尔南多2世这家伙有多浪漫，多有童心。费尔南多2世其实是个德国人，入赘成了玛利亚2世女王的老公，当了国王，所以他找的建筑师是个德国人。仔细看看这个佩纳宫，也确实有点德国城堡的意思。从佩纳宫的各个塔楼、城垛和露台可以俯瞰辛特拉镇的风景，比如摩尔人城堡，很值得票价。说到门票，旺季的时候佩纳宫的门票最好提前1周以上订，保证能买到，也省掉排队买票的时间。另外，大家对参观佩纳宫内部基本都是差评，因为虽说里面有不少皇室家具和装饰，但是参观的人很多，只能排着队一步一步顺着往前挪，还只能在规定的时间进去，在里面挤个2-3个小时，体验很差。所以如果去过里斯本的阿如达宫，或者南欧、西欧的其他宫殿，这里可以考虑只看外景。佩纳宫周围的佩纳公园是个散步的好地方，如果有时间，可以慢慢晃到那个埃德拉伯爵夫人木屋，在佩纳宫西边，藏在树林里，很幽静，一路看看森林和小湖，很舒适。不过要注意时间，来回要走1个小时左右。很多人到辛特拉基本就是打卡一下佩纳宫就完事儿了。其实辛特拉还有好多其他好玩的地方。和佩纳宫隔着一个山头的摩尔人城堡，就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从佩纳宫走过去大约20分钟。这个城堡是当年穆斯林摩尔人建的，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从山下看上去，这个城堡有点像个迷你版的长城。爬上去沿着城墙走一圈，在几个塔楼停一下，看看360度风景，很不错的，非常适合我这样的见高就要登的人的口味。这里往西一直可以看到大西洋，往南可以看到隔山相望的佩纳宫，往北的山脚下是辛特拉宫，西北方向是辛特拉小镇。说到这个辛特拉宫，比佩纳宫年纪可大多了，它也是一个皇家夏宫。早在摩尔人的时候，当时的里斯本泰法国的穆斯林老大就住这里。当然，当时还没有这么气派，现在的规模主要是后来15世纪以后葡萄牙王室搞的基建。辛特拉宫比佩纳宫看上去成熟朴素不少，虽然也是哥特式、葡萄牙曼努埃尔式和穆斯林穆德哈尔风格的混搭，但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这个宫的内部是值得看看的，其中一个瓷砖厅挺绝的，四面是青花瓷的墙壁，天花板上是葡萄牙贵族和王室家族的纹章，权力和家族荣耀的象征。
另外，辛特拉宫里还有个中国厅，里面有个大清乾隆年间的象牙宝塔，写着汾阳王几个字，挺有意思的。辛特拉宫的厨房和2个巨大的白烟囱也是标志性的，也是个不能错过的地方。如果在辛特拉还有时间，还可以去雷加莱拉庄园和蒙塞拉特宫这2个好地方去看看。雷加莱拉庄园是个非常诡异又漂亮的地方，因为他最后的庄主蒙泰罗是个很有钱但又神秘兮兮的人物。庄园里面那个5层楼的大宅子和旁边的小教堂看上去就像是恐怖片的外景，周围一个4公顷的花园，整个花园地下有4通8达的地道。早上山间晨雾未散的时候，走在花园里，草木雕塑若隐若现，有点魔幻。庄园里最有名的景点是2个汉井，大的那个27米深，叫受戒井，据说是中世纪圣殿骑士团用来受戒的，因为当年的蒙泰罗庄主很可能是骑士团的。另外，庄园里还有各种帮会的标识，什么共济会、圣殿骑士团和玫瑰十字会等等，搞得非常神秘的样子。蒙塞拉特宫也是个又浪漫又漂亮的去处，而且和佩纳宫比起来人要少多了。蒙塞拉特宫原来的主人和设计师都是英国人，100多年前建的这个美轮美奂的大豪宅。说实在，如果在辛特拉要看这种哥特式、葡萄牙曼努埃尔式和穆斯林穆德哈尔风格的建筑，其实蒙塞拉特宫比佩纳宫可能还要更好玩些。只不过佩纳宫人家是王宫，名气也大。不过蒙塞拉特宫也不是无名之辈，英国大诗人拜伦就来玩过，给这个地方做过诗点过赞。逛完辛特拉的这些景点，就可以接着往西去罗卡角了。罗卡角在辛特拉西边20公里左右，可以坐公交车去，也可以自驾或者坐 Uber 或 Bolt。打卡罗卡角其实不需要很多时间，主要就是一个灯塔，还有一个观景台。要说罗卡角的景色嘛，其实在葡萄牙的大西洋海岸，这种景色不少的。去参观罗卡角的目的，主要还是它的葡萄牙大航海的历史意义和欧洲大陆最西端的象征意义。那里有一块标明了欧洲大陆最西端的石碑，上面用葡萄牙语写着葡萄牙最著名的诗人贾梅士的诗句：路止于此，海始于斯。夕阳西下时分，站在140米高的罗卡角悬崖上，迎着从浩瀚的大西洋扑面而来的海风，确实会有天涯海角的感慨。当然了，这里风确实不小，需要带上挡风的衣服。一圈逛完，还可以花几块钱买个欧洲大陆最西端到此一游的证书，留个纪念。从罗卡角往南20几分钟车程，就是小城卡斯凯什。这里最有名的是个叫地狱之口的景点，是个海水冲出来的岩洞。天气稍微不好一点的时候，大西洋的滔滔海水从洞口涌进岩洞，白浪滚滚，水花四溅，视觉和听觉效果都很震撼，好像地狱之口在咆哮。卡斯凯什的老城区也是个很好逛的地方，典型的那种南欧窄窄的鹅卵石街道和色彩斑斓的房子，悠闲漫步一下，很舒适的。卡斯凯什还有不少不错的海滩，比如最有名的市中心的里贝拉海滩。和罗卡角附近白浪拍岸的海滩比起来，这里的海滩很平静，水很清澈，游泳、晒晒太阳都很合适。沿着卡斯凯什的海边还有个3公里长的步道，骑车散步两相宜，一边是无敌百万海景，另一边是精致美丽的海景别墅和度假屋，有时间的话去走走，不会失望的。好啦，里斯本附近的辛特拉、罗卡角和卡斯凯什，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多谢大家观看，请别忘了点赞、订阅、评论、转发。